我是江南叶家嫡女。半年前，江南的宋州吴三家妄图以联姻之名霸占我叶家产业，幸而在宫中一幕被册封为贵妃，才得了奉旨招婿的地位。这就是叶府的赘婿，瞧这容貌气度，圣经无人能及，黄金万两不亏啊！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小姐这次盛京招婿，宋州吴三家定会派人来捣乱。我看这最后入选赘婿的人，就是受他们指使的伥鬼。等的，就是这个伥鬼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3个月前，本王奉陛下密旨，暗中调查江南四族勾结作乱、私通外敌一案，其中宋家、周家、吴家的罪证，我们已陆续搜到，可唯独缺了叶家。本王怀疑叶家跟那3家一样，也藏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账册。这叶府的赘婿，本王当定。97号王满仓，这没人呢，你看。98号赵通所也没来，怎么还是没人来？哎，奇了怪了，先前报名参加的挤破了脑袋想当赘婿，今天怎么一个人影也不见呢？99，别问了，这99号孟大郎肯定也来不了了。谁说我不会来了？您就是孟大郎啊？正是。叶府家主何在？我来应选，怎么不见他来相看？好一个尊贵要脸的娇客！见过大小姐。这就是宋州吴三家送上门来的赘婿。去，把他的帽子给本小姐摘了。是。刁蛮骄纵，怪不得要招婿。叶大小姐，你亲自来。好帅呀！你看，怎么这么帅？这太你是帅了！普通小官能比的，在盛京起码得1000两。他今日主动送上门来，我定要血赚回本。孟大郎，你未经嬷嬷们验身，就已经见到了妻主，都有什么过人的本事？可不得好好露一手，让我好好瞧瞧。妻主本事？你会唱什么小曲儿吗？是闹五更、摘黄瓜，还是18摸？你会跳什么舞啊？是胡旋舞、退山舞，还是扇子舞啊？你会蹴鞠吗？会跑马吗？会抚琴吹箫吗？双鹿排九锤丸，酒令耍得如何？你还是说，坊间传的攀驴邓小闲，你都一应俱全？叶大小姐，你到底是奉旨招婿，还是在选欢场小官？自然是招婿啊！可若你连这些讨喜的本事都没有，凭什么入我叶府大门，白得黄金万两，和我共享荣华富贵？不气不气，本王一定要挖出叶府的底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让叶大小姐失望了，这些旁门左道，在下都不会。那你会什么？舞剑。好，那你舞一个给本小姐看看。这孟大公子当真英姿不凡，世间难得。只可惜为虎作伥，绝非良善。听你在你清澈的眼睛，是途经最难忘的红星，无人可比拟。那些往事从若繁星。叶大小姐，方才在下舞的剑，是否能入叶府的大门？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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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
这时，爹爹的玉牌怎么会在他身上？他当真是宋周吴三家的奸细，还是另有来历？不行，必须留下他，问个清楚。现在还叫叶大小姐？孟郎，现在该叫昭昭。吉时到，新人入堂。姑爷，您是入赘，按我们叶府的规矩来说，这喜帕该您戴上。这桩婚事是本王欺骗在先，不管有多少荒唐的规矩，我且都依了他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入洞房啦！本王今日既踏入这叶府，定要挖出你叶家私通外敌的罪证。你这来路不明的小官，胆敢揣着坏心思进我叶府，我定要让你有来无回。新人接喜帕，新人接善礼，新人结发，青丝缠绕，白头到老。恭喜小姐姑爷，饮了合卺酒，二位就可以休息了，切勿辜负了良宵。这场婚事，叶昭昭答应的未免太过草率，希望务必小心谨慎。孟大郎，不管你究竟为何千方百计要混入叶府，想要财色双收，把我和叶府都吃干抹净，就做梦吧你！夫君，我们共饮一杯。他邀我共饮一壶酒，这酒定有问题。我想喝夫人这杯。我初入府中，应该我来伺候夫人。多谢夫君。酒没问题，那毒药是在他唇上的胭脂。胡景元，你清醒点。哎呀，夫君，你怎么就喝醉了呀？叶昭昭，本王就不该轻信你。成了！陛下，贵妃娘娘，摄政王被叶家选中为贵婿了。眼下二人大婚已成，送入洞房了。霍锦云那个臭小子，皇后几次安排他跟叶家丫头相亲，他都推辞。这回总算是被朕诓进叶府大门了。哼！江南商贾结党作乱，朕命你彻查数年，你竟如此敷衍朕，竟然查不到半点叶家的错处。陛下息怒，叶家屡捐粮草，助朝廷平定北境。贵妃娘娘母家与叶家又是姻亲，臣若真的沽名钓誉，就该捏造罪证，构陷叶家，借查案铲除皇亲，方显铁面无私。然臣不屑为之。哼，伶牙俐齿。起来吧。继续查，本案背后势力盘根错节，10日内必须给朕一个答复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厚望。可不是嘛，陛下和娘娘运筹帷幄，摄政王就算再精明，也想不到是您二位的高招啊！姐姐一早就安排青天剑给他俩合婚，昭昭和摄政王可是百年难见、万里挑一的鸳鸯蝴蝶命，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只要他俩见了面，保证花开见喜，
好事成双。怎么是你们来了？叶昭昭呢？哎，王爷，这喜帕上有迷药，昨晚应该不会中招了吧？王爷，您的清白还在吧？不过，以叶大小姐的美貌，我们王爷倒也不亏。王爷欲施美人计，却被美人将计就计。你们给我闭嘴！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过来了？没被叶府的人发现吧？王爷，你那妻主眼下自顾不暇，正被人诬陷悔婚。王爷，赶快去英雄救美吧！我们宋家要告到官府。我家公子和你叶家早有婚约，两家婚书在此。你叶大小姐竟然找一个野男人当赘婿，分明是背信悔婚。你王满仓，我认得你，应选赘婿的97号。叶府奉旨招婿，宋家人拿着个假婚书欺上门来，真当圣经是你们胡作非为之地，还不快滚！这婚书可是你叶大小姐的父亲在世时亲自与我家公子定下的。你放屁！老爷生前最瞧不上你们宋家，怎会与你家定下契？哼！你叶大小姐若是识相，趁早休了那赘婿，乖乖等着我家公子上门提亲。哟，我这个赘婿昨夜刚被宠幸，今日就要被休掉啊！你就是那个来路不明的赘婿？看你妖里妖气的，你哄骗叶大小姐与你成亲，定是图谋叶府家产。我家公子饶不了你！昭昭，这人好凶啊，我好害怕呀！乖，没事的，我在呢。其实呢，有人想入赘叶府的话，我孟大郎也不是拈酸吃醋之人，都听其主的。还是孟大郎懂事，不愧是我的心头好。若是还有人想入赘叶府的话，可就只能委屈做小喽。你们，怎么？禀告小姐，这两位官爷说，从牢里跑出来一名逃犯，躲进了咱们叶府，特来捉拿。就是他！我不是逃犯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再多嘴一句试试。走。昭昭，没事了。记住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夫君，你跟我说实话好不好？你到底为什么要入赘叶府啊？黄金万两，无人可拒。叶昭昭，本王也有赏你的当啊！孟大郎，这块玉牌你从何而来？怎么，不叫夫君了？你说，你进叶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今日带走王满仓的人是你派来的吧？是谁给你的胆子，在京城冒充官府的人？说，是不是东瀛国的奸细？他为何误判我是敌国奸细？
难道……我知道，像你们这种死士，见了棺材也不会松口。且先留着你的狗命，等以后再慢慢审你。大郎，乖，吃药。小姐，您为什么觉得孟大郎是东岩国的奸细啊？这块玉牌，我爹爹生前从不离身的，只是半年前遭封东岩海寇劫持，回来没几天就重伤不治而亡，我就再也没见过这块玉牌。但我没想到，他居然会在孟大郎身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是小姐，咱叶府这次是奉旨招婿，就这样被他们搅黄了，咱们该怎么向贵妃娘娘和陛下交代呀？我明日就进宫去找姨母，向她禀报实情。对了，听闻摄政王曾经下访江南，说不定宋州吴三家的事情他也有查到。不如孟大郎这个人情，我就托姨母转给他。如此一来的话，小姐在盛京不仅有贵妃娘娘庇护，还能抱上摄政王这个大腿。哎呦，我听说这个摄政王铁面无私，冷峻无情，你说他会不会好好谢谢我啊？那必须的呀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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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你们两个蠢货，怎么现在才来？王爷，得手了！我在账房里找到了那个藏在密室里的匣子，这里头肯定有王爷你要找的叶府的秘密账册。先回去再说。行，走，解绑啊！对，快去！叶昭昭，本王不会放过你。陛下，贵妃娘娘，你们可得替我做主啊！我那便宜赘婿，昨夜就跑得没影了。什么？叶家丫头别怕，朕这就命御林军把他赘婿给你抓回来。谢陛下天恩。有道是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我叶府为了颜面，已对外发丧，承蒙大郎已于昨夜病逝了。孟大郎花言巧语，狼心狗肺，骗死人不偿命。他进我叶府，就是为了我的美貌和那黄金万两。你看我庄帘里的夜明珠都被他偷了，那可是御赐之物，偷到御赐之物该千刀万剐。还说什么和我一见倾心，两情相悦，三生缘定，都是狗屁呀！编，你继续编。陛下若问起欺君之罪，大不了一起灭九族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叶家丫头比朕还会诓人，我家小子注定在他手里喽。不好了，陛下，贵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听说摄政王连夜逃婚，一时心急晕过去了。什么？摄政王？他怎么跟我一样不想成亲啊？公子，江南衙役快马加鞭送来的韩玉簪，终于到了。太好了，过几日就是昭昭的生辰，我这就回盛京，把韩玉簪送给他。公子，
今早刚接到的飞鸽传书有2个消息，都是有关叶大小姐的。哦，那先说那个坏消息。叶大小姐她奉旨招婿，成婚了。什么？另一个更坏的消息，她的新婚夫君今日一早就病故了。当真？当真。那太好了。哼，叶府瞒天过海，好大的胆子，好大的本事！王爷，这果然是叶府的罪证。错，叶家唯恐树大招风，怕引来祸患，甚至连赈灾行善都不敢留名。这些账册上，叶府非但没有敛财作恶，只为名声多奸，反倒是贴进去一半的家底。我的乖乖！哎，我偷回来这个哪是叶家的罪证啊，是功劳簿啊！这是。行，王爷，您错了。是我错了，我冤枉了叶昭昭，还毁了他的终身大事。原来他是怕落入宋周吴3家虎口，为了躲避与宋家的联姻，所以才来到盛京避祸。嘿，宋家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叶大小姐既然跟您拜了堂，她就是摄政王妃，何惧她宋家鼠辈呢？我入赘叶府是为了查案，他算计我是一场误会。我2人的婚事不作数。王爷，别不好意思。没错，王爷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呢。你们2个，给我围着王府跑20圈，跑不完别回来。是。没用的男人！皇后莫要生气嘛，朕再许你一道赐婚圣旨，命霍家小子还有叶家丫头正式拜堂成婚。闭嘴吧你！若一道赐婚圣旨就能让霍锦云那个臭小子低头，那本宫和妹妹要你何用？姐姐息怒，陛下他也是一片好意。霍锦云这个臭小子，看来这回本宫得亲自出马了，定要让霍叶2家亲上加亲，花开见喜。霍锦云，你的心乱了。哎，我的老天爷，腿要断了！王爷怎么又来叶府了？该不会是想私会王妃，补上洞房花烛吧？不到1日，叶府就死了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叶昭昭，你太过分了！大郎，救命啊！我有件事情跟你说，你答应我别乱叫，我就放开你。你放开他！谢玄州，霍锦云，霍锦云，摄政王。原来他俩认识。昭昭、阿云，你俩认识？不认识。对嘛，昭昭来盛京才短短3月，我都还没来得及介绍你们俩认识呢。原来我的短命鬼夫君孟大郎，竟是摄政王霍锦云。他突然盯上了叶家，莫非是怀疑我与宋周吴3家勾结？原来玄州和叶昭昭早就认识，他深夜随意出入叶府，看昭昭的眼神又如此亲密，莫非他2人
以私定终身？都是误会，误会。阿云，你一定是来查什么案子才会路过叶府，对吧？昭昭，你肯定是把阿云当做夜闯的贼人了，是吧？摄政王位高权重，跺一跺脚，圣经都要抖3抖。叶府区商贾门户，就算借民女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肖想他是贼人呢。听闻叶大小姐重金招婿，风光大婚，不久就称夫君离奇病故，可一不报官，二未寻医，这是有什么隐情吗？相逢就是缘，二位不打不相识啊！既然误会说开了，今夜之事就此接过，可好？哼，昭昭，这位便是我时常与你提起，在圣经与我有同窗之谊，如今大名鼎鼎的摄政王霍锦云。阿云，他便是在江南与我相伴长大，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的叶昭昭。我什么时候与你情投意合了？你二人若是情投意合，那我算什么？阿云，你知道吗？昭昭小时候可厉害了，有一次我被宋家的恶狗追着咬，还是他拎着木棍冲上来救的我呢。心中，你说你俩从小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可他为什么公然背着你招婿啊？奉旨招婿乃是圣命，非他所愿。昭昭，我若提前得知你招婿，定会马不停蹄赶回圣京，哪会轮到那个什么孟大郎啊？他福薄命短，害你当了寡妇，好不晦气。昭昭，都怪我，一直没能说服爹爹放下门户之见，迟迟没来叶府下聘，才让你沦落到如此境地。还真指望不上你，他来盛京前就被宋家逼婚，你这个青梅竹马却袖手旁观。看来你二人的感情也不过如此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昭昭，你为何从未提起啊？我猜的没错，霍锦云果然在查宋周吴3家。夜深了，今年府中举丧，不便待客，二位先请回吧。快回！昭昭，过几日便是你的生辰，这是你头一回在圣京过生辰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你若不收，就真的是在生我的气，气我没来叶府选婿。多谢。霍锦云，王爷您怎么还没走啊？你我以洞房花烛结发合卺，却突然春宵梦断，未免有些遗憾。本王有心故地重游，但叶大小姐好像并不欢迎本王。都怪民女有眼不识泰山，王爷假扮赘婿入叶府一事，民女一定守口如瓶，只求王爷高抬贵手，放过叶府吧。如果本王不答应呢？王爷不放过叶府，想必是因为那块玉牌。恕民女真的不能把那块玉牌还给王爷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块玉牌本来就是叶府的祖传之物，一直都由叶府的历任家主保管。民女斗胆问王爷，半年之前，我爹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您是不是见过他？你爹爹是上一任叶府家主？正是，我爹爹生前曾遭东沿海寇劫持，自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这块玉牌。我看见它在王爷您身上，所以才会怀疑您是东沿的奸细。
难怪叶大小姐要把本王要倒，还关在柴房严刑拷打。不行，都是民女的错，民女可以赠黄金万两给王爷，只求王爷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叶昭昭，色子头上一把刀，你敢肖想摄政王，你不要命了？念你事出有因，本王就暂且饶恕你。民女谢过王爷。叶府家主曾被东沿海寇劫持，此事鲜为人知。如果你还知道什么内情的话，请详细道来，本王定会为你做主。半年之前，王爷曾暗访江南，宋周吴三家之罪罄竹难书，想必没能逃过王爷的眼睛。您假扮赘婿进入叶府，无非就是怀疑叶府和他们沆瀣一气。聪明。叶府清者自清，不愿与他们勾结。叶家的货船、商铺，常年被他们的人寻衅滋事，爹爹也被他们的人陷害设计，更有甚者，祖父中毒身亡，爹爹遭东沿海寇挟持，归来之后，我一直都怀疑，这背后的主使就是宋家。好个宋家，竟敢勾结东沿！你入圣京之前，宋家逼婚，他们要你家的人是谁？宋家嫡子宋彦深。宋彦深。宋周吴三家深谙收买人心，誉满江南。若无铁证，仅凭那一面之词，定不能掀起民愤。臣女恳请王爷替叶府还有江南的百姓做主。好，本王定会替你做主。这不是寻州送的韩玉簪吗？你要把它转赠于本王？我朝禁海多年，这只产自东沿国的韩玉簪，现如今出现在了圣京。据民女所知，宋家在海上藏了几艘见不得人的货船，神出鬼没多年。王爷不如就从这只簪子查起。好，本王一定细查。民女再斗胆问王爷，那块玉牌，您究竟从何而来？原来，当初赠我玉牌，助我逃出升天的那位前辈，就是岳父。可我对他发了毒誓，若非江南肃清，绝不可向任何人透露他的消息。昭昭，再等等，将来我一定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你。这枚令牌是本王从一伙东沿海盗身上搜到的。昭昭，本王对天起誓，你欲报家仇，本王定与你共赴风雨，肃清江南，遂你所愿。既是令尊遗物，自当物归原主。多谢王爷。叶大小姐那番戏弄本王，本王还答应帮你，你打算如何报答本王？他定是在威胁我，怕自己被选中叶府美貌赘婿的事说出去丢脸。本王都递话递到这个份上了，叶昭昭，还不快说你要以身相许？都是民女的错，王爷英明神武，民女不敢有半点觊觎之心。民女发誓，如果我对你有半点不敬之心的话，那我就罚我自己。够了！既然你有心当本王的人，本王就提醒你，宋周吴三家落网前，叶家不许再公然招婿，以免奸人有可乘之计。若是再惹出麻烦，本王定不轻饶。他说我是他的人，感情这事我抱上他的大腿了。
王爷放心，叶家已经对外发丧了，民女现在就是一个刚丧夫的寡妇。夫君尸骨未寒，未亡人就对外招婿，这事让人听了是要戳脊梁骨的。民女一定好自为之，为王爷马首是瞻。很好，记住你刚刚说的话，好好为本王安分守节，莫要出去招蜂引蝶。民女遵命，只要您一日不让孟大郎复活，我就一定本本分分的为您守节。这么听话，那方才答应本王的那些黄金万两，明日就送来吧。行，如果王爷觉得不够的话，民女还可以再添一点。闭嘴！这黄金万两，本王会以叶府的名义送到北境的前线。你当真以为是在贿赂本王？不敢。不愧是我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叶府没了一个美貌赘婿，却多了摄政王这个大靠山，赚麻了。我一定要牢牢抱紧他的大腿，为祖父和爹爹报仇，下半辈子就可以当一个富可敌国、逍遥自在的俏寡妇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广邀盛京名门才俊，于3日后共聚上林苑赏花选亲宴，钦此。什么？我刚答应了摄政王为他守节，陛下就要为我选亲？王爷，传令下去，速查韩玉簪来处，在飞鸽传书江南，彻查宋家是否涉入海上走私，名下可否有隐秘商船，行踪往来钱物相关，务必找到实证。属下明白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王爷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属下奉王爷之命，今早已将叶府的账册悄悄放回原处，未敢惊动任何人。可是正当属下离开之时，御前的顺福公公突然前来宣旨，说陛下于3日后将设下赏花选亲宴，要为王妃叶大小姐亲自挑选如意郎君呐！什么？王爷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连自己想见的人都见不到，算什么男人？公子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公子，是爹爹解我禁足了吗？可不是嘛！陛下有旨，3日后在上林苑设下百花选亲宴，广邀盛京才子，为叶大小姐选婿。宫里来了请帖，已经送到咱们谢府了。天不亡我啊！选亲宴，我势在必得。公子的天终于晴了。皇上这么着急下旨让我去招亲，肯定是为了皇室的颜面，把霍锦云嫁进叶府当赘婿的事情给掩盖过去。可是小姐，这可是圣旨，不可不遵啊！盛京高门权贵，权势盘根错节，根本就难以琢磨。想起来招亲里面真的混上几个宋周吴3家的奸细，霍锦云知道了不得，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小姐，你不如干脆嫁给摄政王，反正你们俩已经拜堂啦，这不是天赐良缘吗？绝无可能。且不说皇上和皇后娘娘是否同意，就那天奉旨招婿，我对他百般刁难，他肯定怀恨在心。我和叶府不就全完了吗？哼，我造了什么孽呀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民女一定好自为之，为王爷马首是瞻。对了，霍锦云现在不是我的靠山吗？那我选婿宴上选谁，直接问他不就行了？不是，我现在去找他。小姐，哟，
这不就是我那日理万机、无心成婚的大侄子吗？今儿个什么风把你吹到本宫这儿来了？阿云许久未进宫请安，还请姑母恕罪。哼，你先前总是躲着本宫，本宫知道你是厌烦本宫为你准备的那些相亲宴。今后啊，你的终身大事，本宫绝不再操一点心。姑母，从前都是阿云的错，还请姑母再替我操心一回。唉，本宫乏了，你这安也请了，回吧。姑母，阿云有一事相求，此事说来话长。行吧，长话短说。回姑母，阿云想娶叶府家主叶昭昭为妻，还请姑母让陛下下旨为我二人赐婚。什么？复婚？你倒想得好。晚了。姑母，如今赏花选亲宴的圣旨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。你若对那叶昭昭还有几分真心，那就3日之后收拾收拾，去上林苑选婿去吧。姑母，阿云斗胆，恳请姑母让陛下收回成命。霍锦云，你放肆！君无戏言，军令无改，凭什么你要让本宫和霍家全族为你一人违抗圣旨，冒犯天威？姑母，阿云此生行事无私，唯有这次生了妄念，哪怕是依照霍家的权势，我也要与叶昭昭成婚。哎呦，你想成婚就成婚呐？你看得上人家，人家看得上你吗？口口声声让陛下给你赐婚，你这不是仗势欺人、强取豪夺吗？强取豪夺又有何不可？除非他说新月之人不是我，否则我是不会放手的。哎呦，那如今你不嫌弃叶家是商贾出身，配不上你？叶家浊世清流，我在江南遇险时，叶家长辈与我有救命之恩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心悦于他，此生非他不娶。很好，本宫念在你一片真心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多出来的选亲宴请帖，拿去。姑母，您真的要让阿云跟那些圣经的高粱子弟一起一争高下？怎么，害羞了？哎呀，你得庆幸你有一副好皮囊，才有资格跟人家去争去斗。可这未免也太羞耻了。哎呀，这虽然羞耻，但是快乐呀！若是能抱得美人归，你牺牲一点脸面怕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！哦。可是姑母，叶家奉旨招婿在前，赏花选亲在后。若我参加选亲被叶昭昭选中，世人定会说堂堂摄政王成了叶家的赘婿，这不太合规矩啊。规矩？这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华服裹草莽，虚里掩真章。这世间的规矩多有迂腐，拿出你刚才强取豪夺的劲儿来，赢的人才有资格给别人定规矩。别忘了，我朝的江山就是打破旧制成规才打下来的。哎，你呀，别学世间那些小肚鸡肠的男子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赘婿都是虚名。放下你高贵的身段，抱得美人归，快意的人生岂不美哉？你们陛下当年就是入赘我霍家的赘婿，若非本宫早年率霍家军为国征战伤了身体，如今这龙椅还轮不到他来坐。他一个95之尊都能屈身，你区一个摄政王，还当不得赘婿吗？阿云谨记姑母教诲，此番赏花选亲，这个叶府的赘婿，
我当定了。这就对了嘛。本宫再教你一招，攻心之道啊，贵在真心交付。这攻心之术啊，就要投其所好。真心交付，投其所好。阿云记住了。哎，王爷，刚才呢，叶大小姐登门拜访，走之前留下了这个。他亲自送来这份圣旨，看来是想让我做主。王爷，叶大小姐还等您回信呢，您何时何地跟她相见呢？姑母说了，真心交付，投其所好。你会唱什么小曲儿吗？梦晴，你可知道圣经的秦楼楚馆，哪家的闹五更、摘黄瓜、18摸唱的最好？王爷，你啥时候变得不正经了呀？晚香楼啊，这晚香楼，王爷，有消息了，昨夜圣经出现了第2只一模一样的韩玉簪。仔细说说。暗卫来报，昨夜晚香楼出现了一名神秘贵客，他出手阔绰，一掷千金，点名要花魁相陪，并赠予这有价无市的韩玉簪。属下亲眼瞧过了，花魁头上那只与这只分毫不差。看来这晚香楼确实是个有意思的地方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皇上叶家刚死了一个美貌赘婿，过几天又要奉旨选亲了。今儿一早，全圣经的高门公子都收到了宫里的请柬了。到时候上林苑的选亲宴上，指不定得有多热闹呢。什么？霍景云约我去晚香楼见面？这晚香楼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。霍景云到底想干嘛呀？小姐，这是江南来的线报，念吧。这信上说，自小姐离开江南后，宋家就没了顾忌，先是吞并了咱们叶家的商铺，还纵容仆人烧杀抢夺。小姐，这信上还说，宋燕生已经动身来圣经了。什么？宋燕生要来圣经？昭昭这么早就来了？寻舟？怎么是你？阿云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哦，我懂了，你乔装打扮是来查案的吧？我还想说你呢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若是太傅知道，定会打断你的腿。这不是我送给昭昭的韩玉簪吗？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还想问你，此等违禁之物，你是怎么得来的？咋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来，公子，公子慢点啊！看，那醉鬼是昨晚包下花魁的冤大头，就是他，送给花魁一只价值连城的韩玉簪。今日又来这晚香楼，怕是要玩得更花了。来，喝。这宋燕生跟暗卫从江南传回来的画像一样。公子啊，你喜欢的那个极品就在这上面呢。走。你是说你是托牙行买的？阿云，你要信我，我根本不知道这韩玉簪背后是宋家的生意呢。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宋燕生那个狗东西。我信你。宋家涉嫌私通外敌案，事关重大，还请寻舟兄替我保密。君子一诺，守口如瓶。
多谢。若是圣经还有韩愈簪的消息，请务必告知。那当然，咱俩谁跟谁啊？听说美人是在寻韩愈簪，本公子这儿什么样的好宝贝都有。宋燕参，是你这个狗东西啊！原来这个狗东西就是宋燕参。少爷，他们说的晚香楼新来的那个极品小官，肯定就是他。滚开！本公子今晚要玩个尽兴。宋燕参，你找死！只要你今晚伺候好本公子，别说一只韩愈簪，就是一整船的番货宝贝都给你，保你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当真？这位公子有一整船的番货宝贝，看来来头是真不小啊。这位公子有一整船的番货宝贝，看来来头是真不小啊。那是，本公子可不像姓谢的，空有太傅之子的名头，那兜啊，比脸都干净。宋狗，你闭嘴！哎，口说无凭，那些番货宝贝在哪里？我若看了，就跟你走，如何？选青燕请柬。说，你是怎么得来的？姓谢的，你若真有本事，一早就该娶了叶昭昭，何必让他抛头露面、奉旨招婿？本公子不怕告诉你，我宋家不仅要纵横江南，还要称霸圣经。叶昭昭以为圣经有贵妃为他撑腰就能跑得掉，呸！他做梦！等本公子赢了选青燕，娶了她，玩腻了，再赔点彩礼送给你啊！选青燕请柬，这畜生还敢去骚扰昭昭！见过叶大小姐。王爷已在楼上酒后多时了。来，好大的醋劲儿啊！只要你愿意与本公子断袖分桃，共度春宵，就算把全天下的美人送到宋家，本公子也只宠你一个。住手！你放开他！昭昭，宋燕山，狗东西，你找死！你个姑奶奶的人，我活腻了！离开江南的时候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这就作秀，打死了你，再把你骨头剁碎了喂野狗！别打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原来被他保护是这种感觉。打死你！阿云，阿云，你怎么了？大郎，阿云，大郎，你没事吧？居然被狗东西宋燕生给气晕了。霍锦云这人脸皮也太薄了。王爷，把宋燕生这狗东西给我扔大街上去，看看是谁接应他。是。还是昭昭聪明，谁来接应宋燕生，谁就是宋家在圣经的倚仗。
哎，听到了吗？楼上闹得够厉害的。哦，听说呀，谢太夫家的儿子和那个姓宋的冤大头在楼上打起来了，为了那个极品小官。那皇上叶府的大小姐上去干嘛？哎，也去争呗。听说啊，那个小官跟他刚死掉的美貌赘婿长得极像，他口口声声唤那个小官时，叫的还是赘婿的名字呢。过几天人家还要来赏花选亲呢，这些皇亲国戚玩的可太花了。小姐，今天是您上林苑选亲赏花的日子，也是您的生辰，我一大早就起来给您做了长寿面。摄政王府传来消息，说是那晚接应宋彦生的人是威远侯府的人。威远侯府？宋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当了威远侯的义子，选亲宴请柬原本是给侯府世子的。小姐，其实还有一事，是关于谢公子的。谢寻舟？他又怎么了？谢太傅不知从哪听说，谢公子在晚香楼与人争风吃醋，抢夺茂源小官的事儿，一怒之下差点打断了他的腿，还进了他的族。这下选亲，他怕是来不了了。那这倒是好事儿啊！王爷今日这一身可谓是冠绝圣经，叶大小姐见了您，绝对是一见倾心。孟苍，多备一份贺礼。今日的赏花选亲宴也是昭昭的生辰宴，咱们王府定要为他撑住场子。是。王爷，那一夜在晚香楼，您到底和叶大小姐说了什么？她当真亲口答应会选您？王爷，莫要生气，狗东西的狗爪子碰了你的脸，咱们擦干净就好了。哎，你醒了？我说，你威风凛凛的摄政王，为了查案忍辱负重，连续2次舍身饲虎，值得吗？2次？上次在叶府，你是说你也是虎吗？勉强算吧。对了，王爷，今日送去王府的信，王爷看了？看了。那王爷想让我选谁啊？我让你选谁，你就选谁吗？不然呢？我不听你的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死呢。他愿意听我的，定是与我心意相通。赏花宴那日，姑母让我负责上林苑的御林军调遣，你务必仔细挑选好，如意郎君，你大可放心。有王爷在，我自然放心。所以，你现在还不明白，本王想让你选谁？有心人愿暮暮朝朝，皆低头耳语悄悄，恰是相思正好。风月无边。王爷，有辆马车接走了宋彦生，往城西去了。王爷，夜深了，我先告退了。哎，对了，王爷，要是查出宋彦生背后的靠山是谁，务必告知。等一下，方才我写的，你明白吗？哎呀，王爷放心，我心里清楚。本王？没错，就是本王。但是本王刚写了一横一竖，你就冒冒失失闯进来了。不是，王爷，我觉得王爷您什么都没说清楚啊！您怎么就知道？您一说他就明白，您让他选您呢？我与他心有灵犀，
就算是没写完，他应该也是能明白的。没错，应该就是这样。但要是他不明白，那就是你的错。谁叫你冒冒失失闯进来把他吓走的？老天爷保佑，老天保佑，他可一定得选您啊！小姐，选青燕，你打算选谁啊？10号。10号？谁是10号，我就选谁。你看，这一横一竖，不就是10吗？啊，那时还以为他会真的让我选他呢。叶昭昭，你别做梦了。那个叶昭昭都把你害成这样了，你偏不死心，还上赶着去选亲，你让本侯的颜面往哪儿搁？义父，孩儿心意已决，谁娶了叶昭昭，谁就能顺理成章拿下叶家在江南的矿脉。为了咱们的大业，孩儿必须拿下选亲。就为了这个？还有，我来盛京之前已收到东岩的密信，他们欲染指江南的利益，我便以叶家的矿脉为饵，诱他们下月攻打江南重镇。义父，咱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这笔生意可是成王败寇啊！一旦江南大乱，朝廷必会再次重用义父，到时候江南就是咱们父子的天下了。你是要逼本侯重返江南，自立为王啊！昭昭，今日的选亲宴上，本宫为你好好的挑一位霍家儿郎。不是本宫自夸，除了本宫那犟驴大侄子霍锦云，其余的霍家儿郎也是各有千秋，只怕你是要挑花眼了。大侄子呀，休怪本宫无情，本宫多拉些人头来抢昭昭，就是要看看面对新上任，你究竟会如何横扫千军，强取豪夺。皇后一向生死难料，自古哪有皇后娘家愿与商户结亲的？霍锦云曾化名入赘叶府，后又被我发丧，皇后娘娘并未追究问责，不过是看在陛下与姨母面上。娘娘这是在敲打我，霍家子弟我选谁都可以，就是不能选她的宝贝侄子霍锦云。谨遵皇后娘娘懿旨。昭昭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先前在北境前线，你还捐了黄金10000两，本宫岂会忍心让你吃亏？你若成了我霍家的儿媳，我敢保证，盛京周边新开采的矿山，定有你叶家用武之地。昭昭愿为霍家儿媳，必不负皇后娘娘深恩。今天风和日丽的。昭昭，好久不见。威远侯府贺礼到。威远侯府送宴申，恭贺叶府家主方辰。开箱。威远侯府贺礼，白银10000两，地契盛京城西临街商铺3间。前几日我们叶府奉旨招婿，光是赠礼都有黄金10000两呢。你就这么一点点的银钱和一点点的地契，还好意思来上林苑丢人现？谁说我宋家送礼小气了？昭昭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城西最繁华地段的商铺再送你3间，如何？就这？那就再送3间，一共9间。少爷，咱们宋家在盛京城西的商铺总共才不过10间。闭嘴！那你说送我9间商铺，空口白牙，口说无凭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笔墨伺候。
这欠条印着宋家家主之印，字字作数，如何？现在满意了吗？行，你的贺礼我收下了。小姐，你怎么答应收他的礼？宋叶深这人虽然该死，但是银子商铺是无辜的。再说他之前在江南吞掉我们家这么多产业，我要他这点利息，过分吧？也是，咱们叶府下个月要在城西重开布庄，这些银两地契刚好用得上。等赢下选青宴，叶昭昭和叶家所有的东西，还不都是本少爷的？摄政王府贺礼到。霍景云，摄政王府恭贺叶家家主方辰，特献上贺礼。多谢。这叶昭昭何时攀上了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？堂堂摄政王府送礼就送2个小盒子，有这么打发人的吗？就算是地契，也放不了几张吧？阁下眼睛没瞎吧？为何竟不识货呀？你，小姐，是夜明珠，这一颗极品夜明珠，可抵得上圣经10间商铺呢。这有些人的眼睛可要亮瞎喽！啥？足足有18颗，这么多啊！怎么回事？叶昭昭，你给摄政王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我家王爷说了，今天是叶家家主18岁方辰，一点薄礼，表表心意。小姐还有鲛人珠，传闻这鲛人落泪成珠，在海上商队上说，一颗鲛人珠抵10颗夜明珠呢。你家王爷这是要把家底掏空了吧？这还有一张矿山地契，听闻这是朝廷特意赏给摄政王的金矿呢。霍简云这是疯了吗？送我18颗夜明珠，10颗鲛人珠还不够，竟连京郊的矿山都送我了。这些东西堪比半个国库，他该不会是要拉着我跟他一起造反吧？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赠我1万2金，还以金矿山，恭贺方辰。叶昭昭，他凭什么送你这么多奇珍异宝，还送你一座金矿？太子到，摄政王到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摄政王。众卿平身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霍景云，果真如义父所言，此人非同小可，是威远侯府最大的威胁。只是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殿下，叫昭昭姐姐。昭昭姐姐。太子殿下，请入座。孟苍，太子今日在此，你亲自去外面守着，绝不容许闲杂人等随意出入。属下遵命。对了，阿云表哥，听母后说，近日有20多个霍家哥哥来选亲，怎么不见他们人呢？真的会来20多个霍家子弟？今日的选亲宴上啊，20多个霍家子弟们同台竞技，定会打得头破血流。你若是挑花眼了也无妨，管他什么银样、蜡枪头，还是花架子、花枕头，只要你看得上一点，通通收回你叶家。这也可以啊？这有何不可啊？2个3个不够，10个8个也行啊。能说出如此虎狼之词，不愧是替陛下打下半壁江山的一国之母。10个8个赘婿，我可无福消受，挨个发丧都得排号呢。阿云表哥，我今天特意向太傅请了假，要是他们不来的话，
就不好玩了。小姐，吉时已到，那些才俊们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？哼，什么儒生武将，休想抢我的基主！前方桥段，请绕道西北。诸位小将军，可是到上林苑选亲的吗？对，前方桥段，属下特地守候在此，给各位指个路。走。王爷妙计呀！等你们赶到上林苑，天都黑了。前方山崩，请绕道西南。各位公子可是去上林苑的？是的，在下奉命在此等候，为各位公子指路。走。哎，各位公子若是绕了远路，可不要怪罪于我呀。吉时已到，那些参选者迟迟还未现身，岂有让叶府家主久候之理？皇后娘娘说的那些霍家子弟，一个都没赶到，莫不是霍锦云搞的鬼？昭昭，你觉得呢？对，过时不候。赏花选亲宴开始。抽签已毕，请二位参赛者按手中签号顺序依次闯三关。等一下，不用闯三关比试了，今天的赏花选亲宴可以提前结束了。今天的选亲宴，我叶昭昭就选10号。霍锦云肯定设法拿到了10号签，我可不能得寸进尺，还让他亲身下场闯关，丢了他的脸面识相。万一他又怀恨在心，害我丢了性命才是实的。叶昭昭，你莫名其妙为何要选10号？在搞什么鬼？霍锦云，你怎么拿的不是10号？你又要搞什么鬼啊？昭昭姐姐，原来你要选姑啊！姑拿的就是10号。我开个玩笑，公公您继续。陛下口谕。陛下口谕，今日上林苑赏花选亲，特送来玉质天丁6宝，以助叶府家主挑到称心如意的郎君。玉质天丁6宝。选亲宴第一关，验身。干嘛？玉峰龟，侧鼻梁高挺之姿，锦带尺量腰腹紧致之度，踏星举夺双腿修长之态，云间踢横双肩宽广之距，素足板量双足，虎背坡量后背。参选者1号霍锦云，6项俱为上佳。参选者4号宋彦深，6项皆为中下或下等，疑似残废。你第一关验身，获胜者1号霍锦云。不知死活的阿杂东西，还敢跟天家抢亲！选亲宴第2关，文氏。
我们叶府世代经商，最善银钱算计。今日这文事，我们不比诗词歌赋、知乎者也的酸腐文章，我们来比，谁先算清小姐的账目，这关就算谁赢。3题定胜负。本少爷自小就学着打理110来间铺子，区账目算题，不是白白给我送分吗？这一关必须把霍景云比下去。二位请听第1题。城西货寨上月购入50匹锦缎，每匹的成本价为8两，卖出35匹，每匹的价格为12两，剩余15匹受潮折价，以每匹6两的价格售罄。请问这一单一共赚了多少？一共赚了120两。答对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下一题，请。二位请听第2题。城东粮铺购入100担大米，每担大米的售价是3两，一共售出70担，420两。又答对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后面的比试我看也不用比了。第2关文试胜出者1号霍景云。荒谬！我乃宋家嫡子，自有精于商道，居然会在最拿手的算账上栽跟头，这简直太荒谬了！本王彻查朝野陈年旧案，多少烂账假账，本王一眼就能识破。这一关文试根本不在话下。选亲宴第3关武士，但鉴于摄政王已经赢了2局，本局比试取消，所以我宣布，今日叶府赏花选夫夺魁者，我要比，输了我也要比。阁下这身子骨好像不变，这最后一关还是不要比了吧。宋少爷，您不如直接认输算了吧。谁说我要认输了？孤来做个公平判决，锦云哥哥前2局已胜，虽然结果已定，但是第3局武士考验你们有没有能力保护昭昭姐姐。锦云哥哥，如果你能展现自己的武艺，并且获得昭昭姐姐的认可，就算你通过了。昭昭，这最后一关，我只为你一个人舞剑。好。总有这世间法力千万句，不及一声我愿意。若是天把命注定，便与天。方才我舞的剑，可否过关？若小情歌的剑舞随风起，情迷成风雨。小下小小的诗句，大大的。我来了，谢寻舟。谢公子，小超我来了。别跑了！小心！今日叶府赏花选亲夺魁者霍锦云。咦，不对啊！母后说的那20多个霍家哥哥怎么还没来啊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摄政王霍锦云，叶府家主叶昭昭，溯源深厚，情谊相投。今上林苑赏花选亲宴，郎有倾心之赠，女有属意之容，天作之合，朝野共瞻，朕心甚悦。赐2人择吉日完婚行礼，钦此。谢陛下天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你说你娶了叶昭昭后，就可以得到叶家江南的矿脉，助本侯重返江南。可如今外面都在传，他已经接到赐婚圣旨，不出半月，他就风风光光的嫁入摄政王府了。义父早就告诉过你，那叶昭昭不是什么善茬。这场选亲宴的结果，就是那个狗皇帝和霍家、叶家提早布局好的。义父，我已向东岩人保证，答应他们借出宋家的商船，让他们的兵马混入其中，让他们出兵。待江南大乱，义父你一样有机会重返江南。我与叶昭昭将来回江南安居，还得继续仰仗义父您呐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放不下叶昭昭啊！你那点儿时的旧情，早就随着你宋家害死他至亲的时候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不会的，我与他一起长大，我盼了他10余年。不管我有多少风流债，宋家未来的主母只能是他叶昭昭。至于那个霍锦云，必须死。这么多！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王爷，您昨天才送了我18颗夜明珠，10颗鲛人珠，还有那座金蛟金矿，今日又送来这么多聘礼，未免也太破费了吧？昨日送你的是你的生辰贺礼，今日送你的是你我的定亲聘礼，怎么能算一样呢？王爷，我知道你和我定亲只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死缠烂打的。等时机一到，我主动请旨和离。情急之下，权宜之计，和离。我知道王爷做这些只是为了查案，你我2人的亲事不算婚约，而是结盟。我一定恪守本分，绝不逾矩半分，更不会图你的身子。你为什么不敢？王爷，你和我不到半个月就要成亲，到时候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你对我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。王爷，王爷，阿美从威远侯府传来密报，有急事禀报。属下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等我好消息。请请请，我家少爷就在里面，请。把他们3个交给外面的暗卫，押入天牢听候审问。切记，千万要走漏风声，尤其是得惊动咱们圣京的威远侯。我们来个引蛇出洞。是。好，真俊俏啊，太美了！再舞一段，跳的真好，这身段，你看这舞的，王爷，太美了。威远侯府那边已有了动静，孟苍已经赶过去了。很好，很好，我们查了大半年的案子，终于等到江南宋家和威远侯府的狐狸尾巴一起露出来了。肃清江南指日可待。那是，当时我们拿到宋周吴3家的罪证，王爷并没有着急结案收网，多亏您沉得住气，才等到威远侯
这条大鱼浮出水面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将它们连根拔起。还得多亏了昭昭的提醒，我们才以宋家商船和韩玉簪为线索，顺藤摸瓜，搜索到了他们勾结东岩、暗屯军械的铁证。是，王妃智慧，举世无双。大鱼还没进网之前，在没大功告成之前，还得沉得住气。是。你说这人跳的退山舞，当真能把女子迷得神魂颠倒吗？有心人如春风含笑，比肩明月来相照。无需多言，我已知晓，情丝如墨，时光迢迢。有心人愿。叶昭昭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你居然梦到霍锦云跳退山舞！你荒唐，无耻下流！你不要命，连脸都不要了！哎呀！这场亲事既不作数，霍景云送来的那些聘礼，迟早也要还回去。王爷，哎，王爷，你想什么呢？梦晴，你觉不觉得昭昭对我的态度有些不一样？哪儿不一样啊？王爷，我知道你和我定亲只是情急之下的权宜之计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死缠烂打的。等时机一到，我主动请旨和离。情急之下，权宜之计，和离。昭昭的意思是，他感觉我在跟他做交易，只要江南的案子一查清，他就跟我散伙。没错，我觉得王妃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唉，正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待到天明各自飞呀。哎，行了，都怪你，我向他表明2次心意，都是你给打断的。哎呦，属下冤枉，属下冤枉，冤枉，冤枉！本王命你现在赶紧给本王想想办法。本王是真心实意心悦于他，不然的话，就罚你。有了。据说呢，您是和王妃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对于王妃的喜好呢，可谓了如指掌。当然了，我家小姐最喜欢美男子了。她平日里呢，除了《玉面风华录》，最爱看的还有这。
赘婿难为。这个赘婿安身6条准则，念出来听听啊。正室的地位，妾室的度量，外室的手段，勾栏的做派，还有舔狗的觉悟，杀手的果断，没错。那完了，咱们王爷除了杀手的果断，其他的这一条都不占呢。哎，不对，咱王爷还是孟大郎的时候，也算有过正式的地位哦。但后来深夜跑了，还被发了丧，就只剩个牌位了。这蠢物又皮痒了。哎，你看，这还有赘婿讨得妻主欢心的3重套路。3重套路，这当什么讲啊？抛弃人性，直接勾引妻主，变成猫，变成老虎，变成被雨淋湿的狗狗。这听不懂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是说赘婿啊，要像猫猫一样欲擒故纵，让人琢磨不透心思；要像老虎一样威武霸气，让人心生崇拜；还要像被雨淋湿过的狗狗一样会撒娇，才能让人心生怜爱呀。高明！哎呀呀，小意思啦。咱王爷像猫会挠人，像老虎，会唬人，可是就不像狗，他也不会撒娇，也不会卖惨，没关系，缺什么补什么，保证王妃啊不，妻主敞开心扉。这王府没咱俩，迟早得散。你俩怎知本王不会撒娇卖惨？那是你俩没见过昭昭为本王痛揍宋燕生的样子。只可惜，最后还是没用。算了，本王还是得靠自己。阁下可是梅郎，我来拜师学武。拜师学武，扇子舞，还有退山舞。哎呀，难道是我算了一天的账也花了？霍景云，我这又做梦了。昭昭，可看清楚了，我就不信你两眼空空。叶昭昭，你完了！你做梦缠霍景云的身子也就算了，这还醒着呢，就害了失心疯出现了幻觉。昭昭，你喜欢吗？
居然还幻听，我不是真的疯了。啊！老天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啊！别罚昭昭说他错了，他哪里错了？明明是本王错了，是老爹错了。王爷，您千万不能再喝了呀！王爷，恕属下直言，您现在披头散发、衣衫不整、红着眼睛、胡言乱语的样子，像极了冷宫里发疯的妃子。小嘴巴，快闭上！疯了！姑母，阿云没用，虽信不辱命与昭昭定亲，但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呀。我按照您的教导，真心交付，投其所好，但都没有用啊。你这个小子，终于开窍了。这世间的男子啊，都是既要脸面，还要好处，就让女子做小伏低，受尽委屈。而你呢，为博心仪之人欢心，闹了些荒唐，堪比彩衣娱亲，算不上丢脸吗？姑母，您怎么知道？昭昭心里早已有你，姑母绝不会看错。只要你真心待她，想必日后你们两个定能琴瑟和鸣，白头到老。哦，对了，姑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你。见过摄政王。你昨日多有冒犯得罪，还望摄政王海涵。这位就是晚香楼的楼主梅先生，他也是大内暗探梅部的首领。梅先生，失敬。昨日陛下与本宫商议，这江南的祸害，盛京的祸根，暗卫提早收网了。谨遵皇后娘娘懿旨。皇后娘娘，摄政王殿下暗卫急报。娘娘王爷恕罪，属下一时失察，叶大小姐被威远侯绑到府上做人质，说是要王爷您一个人去。什么？魏远侯，你已经插翅难飞，放了昭昭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。摄政王还是这般目中无人，你以为本侯会在乎这条命？阿云，你可知道本侯为何要反？你勾结东琰，私吞军饷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勾结东琰，本侯是在利用东琰。你可知道东琰人在边防集结多少兵马？3万、5万，不是10万。我边军只有4万，还都是老弱病残。本侯在江南多年，亲眼看到东琰海寇屡屡侵犯，而朝廷只会送粮送钱，讲什么以和为贵？和得了吗？你越退让，他们越得寸进尺。本侯上书不下10次，请求整军备战，
可全部都石沉大海。所以你就要造反，夺取皇位，自己领兵去打仗，有何不可？现在的朝廷，一个女人垂帘听政，皇帝软弱无能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出10年，东岩铁骑将会踏破这圣境。放肆！阿元，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，你应该明白，和平不是靠祈求得来的，是靠刀枪打出来的。那你知不知道，朝廷为什么要主和？因为他们软弱，他们怕死。不是朝廷不想打，是打不起。北京旱灾，江南洪涝，国库空虚，现在开战必败。您给我5年时间，两祖并强，我定会亲自去踏平东岩。5年，我等不了。难道您就要亲手毁了自己想要保护的国家？晚了，本侯已经踏上这条路，回不了头了。师父，您放了昭昭跟我回宫，我去跟姑母求情，她一定会留你一命的。本侯宁可站着死，也不跪着生。如果你要强行拿我，我就点燃它，到时侯府崩塌，百姓伤亡。你霍锦云就是这圣境的罪人。你疯了！你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，但是却亲手想要炸死自己的百姓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朝廷也该换一批血了。你不是在救国，你是在毁国。要么放了我，交出兵权，要么大家一起死，你选吧。废物！侯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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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侯爷！好，走走走着。昭昭，霍锦云。霍锦云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昭昭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没事就好。阿云，你知道吗？幼年在江南时，我与荀州还有宋燕生，我们3个人一起长大。那时候，我们都天真无邪，一起在学堂上学、打闹，看到路上有受伤的小猫小狗，还会带回去一起照料。后来一切都变了。当宋燕生养的那些狗看到我和荀州不再摇尾巴，而是扑上来就咬，我就知道我们还是长大了。阿云，我们相识不过数日，只是漫长一生中的转瞬而已。可是，我已经忍不住想跟你一起白首。世事无常，人心易变。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，但是我叶昭昭已心生贪恋，宁可以后后悔，现在也不想放你走。
昭昭，我会用一辈子来证明你我此生无悔。一触碰，心慌若烛影，摇了又晃。阿云，越我爱在意的越深深隐藏，叶落泛黄，思念又千行。听说了吗？魏远侯晚节不保，与东燕人勾结叛国，还拔出萝卜带出泥，盛京好几户高门都被抄家下狱了。该，多亏了摄政王为民除害，江南那边的巨贾豪族宋、周、吴三家都是魏远侯的钱袋子，也被一锅端了。这三家如今也彻底败了。哎，哼！拜见陛下，皇后娘娘。好，好，好，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今日召你二人前来是有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朕与皇后打算将盛京周边的新矿山交由叶府来打理，望其能充盈国库，为民谋利。昭昭定不负陛下、皇后娘娘所托。听闻叶府家主有一件祖传之物，可否拿出来让朕瞧瞧？这第二件事，是朕要给叶家一个交代。安徽县已查清，你的父亲、祖父皆因宋家勾结东延，遭其谋害。如今宋家已经覆灭，你也算是大仇得报。但你并不知，叶家世代为皇商，实则暗中还掌管着大内暗探蓝部，以商路为网，替皇家收集天下情报。陛下、皇后娘娘，阿云昨日已经告诉我了，当年爹爹深陷东沿海寇手中时，以为自己无法脱身，于是将这玉牌托付给了阿云，并助他逃出升天。只是没想到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这块玉牌最后还是回到了我的手上。昭昭啊，想必是你的父亲在天之灵，保佑你二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一时到，新人入堂。恭喜摄政王，恭喜王妃，恭喜叶家家主，恭喜叶府赘婿。恭喜！叶府的规矩，我还没有忘。恭喜！
话说呀，这霍家小子与叶家丫头也成亲1年多了，他俩就没给朕生个小皇孙玩玩，反而把这2只小鸟送到宫里来，让朕和皇后啊帮忙照顾。哎，不懂事啊！哎呀，陛下，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，自个儿忙得什么都顾不过来，也不耽误养猫养狗，就由他们去吧。我看呀，顺福说的对，你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周周，好疼啊！苦。他不就出去巡个街吗？怎么伤成这样？哦，王妃，圣经有房舍倒塌，王爷为了救出几个孩子，才不慎砸伤了后背。是啊，王妃，若非今天有王爷在，伤亡不知道有多严重呢。百姓们都夸王爷功德无量呢。看到没？王爷这就是正室的地位，外室的手段，勾栏的做派，抛弃人性，勾引妻主，变成背与淋湿的狗狗。哎，咱王爷真是越来越会了。没眼看喽！好了。周周，你的生辰又到了，今年的生辰愿望，你想好了吗？1愿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；2愿欢笑尽余，乐哉未央；3愿与君共度，年年岁岁春齐夏安，秋随冬喜。